阿伟，我好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那桌吃饭的人里面，有一个是厨师，日本厨师。诸位，我来介绍这最后3道菜：荷塘秀色、清蒸海鲈、碧绿上汤鸡。所以说是这个日本厨师。现在广州来了很多的日本商人，开药店的，开商店的，照相馆。我估计这个日本厨师是要开酒家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他看上广州大酒家了？这帮强盗！去后门。来了，你上回那毒药是不是没说好啊？还毒死个翻译官，不得不说，可以。我弟弟人在哪儿？肯定在日本人手里啊。死的那个是第5师团后勤部新招的翻译官。这事儿不对。有什么不对的？法医鉴定结果中毒而死，汤里又验出毒来了，人证物证俱全，你弟弟死定了。这事儿你能帮多大忙？哎，杀日本人的事儿我可不沾。让我弟弟多经历一些也是好事。你帮我问问对方什么底牌，能接得住我就接。我都说了我不沾。那抗日的事儿谁敢沾呀？大庭广众之下毒死日本人，那是抗日，那是自杀。你帮不帮？我去试试。成情了。小沢、死んだ中国人はな、適当に捕まえたやつだよ。アヘンを吸ってるクズだよ。いや違うだろ岡田。こんなはずじゃないんだろう。自分で何とかしてあの店を買うことはできる。お前そんな金持ってないよ。田舎の物産を全部売っても足りないよ。いやそれにしてもあんなことしちゃダメだろ。なぜダメなのよ。甲州を占領したのだ。こうするのも当然だ。入軍してから俺の心は固くなった。任務遂行するために何もできるよ。今俺たちの任務はあの店を手に入れることだ。挑明了跟你说吧，几个皇军看上这酒家了，把这酒家交出去才能换你弟的命。这酒家又不是他的，他就一厨子，他有什么权利啊？那姓显的不是1块钱法币把这酒家给你弟了吗？你买去，有多少我都要，我给你2块钱。你跟我耍什么无赖啊？有本事你跟日本人讲道理去。另请高明吧。知道人关在哪里吗？在日本军营的仓库里。日本军营，红鱼帮全军覆没也打不进去。我没那个打算，我是琢磨着，能不能等那几个日本人落了单儿，我自己动手，你给我派几个兄弟给我搭把手就行了。绝对不行。邝庆奎拉出去打游击，你知道吗？前2天偷偷进城杀了2个日本军官，现在到处都是关卡和巡逻队。你要是抓了人，半条街都跑不出去。哎，能不能通过行会试试啊？酒楼的行会挺厉害，前些年因为什么事跟别的行会打起来了，还找我们助过拳，打得整条街都炸了。你说的那是中国人和中国人，你行会出面，你得找一个能说得上话的人吧？
你现在找谁说理去？日本军营都不让你进。联系一下显老板啊，他人脉广。再说了，这是他的地盘。我找人把信儿已经送到香港去了，但是什么时候能送到，你知道吗？再说了，跟人家有什么关系啊？有这想吗？看看我们还认识什么能说得上话的人，最好能跟日本人有点什么关系，做过生意什么的。哎，詹姆斯侯行不行啊？他跟外国人说得上话。哎呀，不行，他也跑香港去了。还真有一个人能说得上话。大哥，二哥的事情我来想办法，无论如何不能去找阮非洲。你们具体会怎么做？首先是要保证二哥的安全，这是一次抗日行动，要好好谋划一下。你们以前遇到过这种事吗？具体怎么做？具体情况还要再分析，但大体来说，邪不压正，揭露真相，呼吁声援。我明确的告诉你，这个办法我不同意。这是有效的办法，而且还可以宣传抗日啊！大哥，师哥，现在得赶紧找到我二哥。可以动用新闻界的力量，通过正当途径揭穿日本人的狼子野心和贪婪，让大家看清真相，同仇敌忾啊！我就问你，如果他们死片了，把人往江里头一扔，不承认怎么办？大哥，这不是陈家一家人的事情，我们一起来想办法。我还是那句话，你们的办法我不同意。你老老实实守着我妹妹，否则别怪我翻脸。等我消息。听小妹说，你也到这家吃早点。是啊，以前当记者的时候收入少，去不起大酒家。听二弟说过，风味儿都在民间。可是，高手都在酒家，在民间一旦做出了名头，就会被酒家收了去。怎么，找我有事？我二弟得罪了你们日本人，被抓走了。你已经听说了？我很好奇，为什么不是Summer姐或者金师傅来找我？毕竟我跟他们比较熟啊。长兄如父，这种救人的事，我出面比较合适。那就好，我还以为他们对我有什么不满。哎，怎么可能？如果我请你帮忙救我二弟，什么条件？这么直接？没时间兜圈子，你也知道我是卖药的，赚了点钱。可是，军方跟我不是一个系统。我知道一条地下的渠道，也许你能用得着。如果我需要，我可以动用军舰，不需要理睬海关。那看来，我只能请你吃这顿早餐了。挺好。大哥是个通透的人，那我也不跟你绕圈子。我希望你来帮我。怎么帮？跟我一起歌颂日中亲善。我尽力。没诚意啊！正常人如果听了我说这个话，要么就会对我冷嘲热讽，或者勃然大怒，再不济，也得问问怎么歌颂。你上来就说你尽力，这明显是在跟我耍滑头啊！怎么的？我先骂你20分钟，然后再跪下来求你，以后相处时间长了，你就知道，我不是一个正人君子，也不是你说的那种正常人。再说了，你说的那种歌功颂德，我也听不懂。我只知道，做任何事情都得付出代价，富贵险中求嘛。大家分头去联络所有的行会、商会、工厂、作坊，上级指示要把这次罢工搞成向日本侵略者的示威，以酒楼从业工会、茶居从业工会、茶楼从业工会、粉面茶馆和饼干工会为主，动员大家团结起来。咱们口号是什么？
求生存。日本人一直宣扬大东亚共存共荣，粉饰广州歌舞升平。我们用罢工粉碎他们的谎言。那主题标语就写“求生存”3个字。龙哥，我觉得求字不好，为什么要向日本人哀求？对，应该是要生存，体现救亡图存的意思。好，聪聪负责撰写标语，体现生命朝不保夕，百姓不堪掠夺的意思就行。多写一些，要短句，不要长句。是。其他同志分地区、分行业、分头去联络，时间不等人。明早6点起，广州影视行业集体罢市，其他行业罢工声援。是。散会。中共地下党在广州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活动，成立各种抗日组织，印刷、张贴、散发抗日传单，鼓舞百姓士气。日军占领广州的7年时间里，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活动从未停息。宋大哥，你得帮忙想想办法。我弟弟一放出来，我们兄妹3人就得离开广州。没问题。去哪儿呢？要不佛山吧？佛山也有日本人。先躲开软非洲就行。他应该想不到我们会去佛山。不行，我就给你们造点假消息，就说你们跑到香港去了。哎，那更好。找我的。大哥，二哥怎么办啊？放心吧，他明天就能回来。你怎么知道？我找人了。哎呀，你上去，赶紧把行李收拾了。等你二哥回来了，咱们就马上走。我们能不走吗？我跟你二哥被人盯上了，不能不走。可是我师哥还在这儿呢。他能顾得上你吗？他眼里边只有他自己要做的事儿。山河，红玉帮接到通知，号召码头所有工人罢工，声援茶楼、酒楼工会组织的罢市活动。不好，要坏事儿。事情就是这样。我受陈山河之托，替双方斡旋。不过，替皇军服务是我的本分。这件事情，我不方便出面。你去找那个日本军曹，告诉他陈卫不能动，让他换个人坑。我去了，皇军不一定会听我的呀。哦，不对，是我去，皇军他一定不会听我。当然，所以你要说这是宪兵报道部的意思。如果他们不同意，我去找他们上级理论。这个。接电话，合适吗？你办公室。哦，对。喂。茶楼、酒楼、饭馆、茶坊全罢市了，今天全城无早茶。二位在这待的挺舒服呀。廖长官，你怎么来了？受陈山河和宪兵报道部阮非洲之托，救你们出去。啊？他们俩怎么搅和到一块儿了？一鱼两吃嘛。陈山河委托我跟日本人谈判，日本人开出了价码，交出广州大酒家。
想得美。是，人家就是想得美。先弄个人死在广州大酒家，证据确凿。现在是，要么你们把酒家交出去，要么你俩去死。你说，是不是很美？那陈山河怎么说？他知道这酒家是你们的心血，当然不肯答应了，所以他才找的阮非洲嘛。阮非洲开了什么条件？开什么条件我就不知道。但是以后你大哥就是阮非洲的人了。我大哥不可能做汉奸，这可就由不得他了。山河兄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得马上把我弟弟救出来，否则咱们俩交易无效。怎么突然这么着急了？都说是救人了，怎么可能不着急？你是因为金惠荣挑动了霸士，你怕事情闹大了，他们会杀了你弟弟？什么霸士不霸士的我不知道，我只是要求你信守承诺，也表示一下你求贤若渴的诚意嘛。霸士这么重要的情况，你都不肯主动告诉我，即便现在问你，你还是装作不知道，我真的是怀疑你的诚意。你救不救人？我已经在救了。你们俩商量一下，签个和解书，随便给个几十几百的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。别辜负了你大哥一番心血。等一下，还有什么事儿？帮我去给日本人带个话，这广州大酒家我给他们了，但是我有2个条件。第一个条件，他们只有使用权，没有所有权。等到有一天东家回来了，这个酒家还要还给人家。不必给人家，你大哥都已经……他们不是只想要这个酒家吗？求人得人，也想拖我大哥下水。这是何必呢？还有第2个条件，广州大酒家所有的员工必须要留用。哎，不包括我，我不给日本人干活。行，那你就这么跟他们说一下吧。我们2个现在马上回广州大酒家，找一些朋友过来作证，当场转让。这位哥，行了啊，大家都要好好的。腰を立たせろよ。奴に何の借りもない。チェンウェイもそうしない。笑え。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？人在做，天在看。
不说了，再说多了就拼命了。行，吉时已到，签字吧。他先签。有这个必要吗？因为不是我主动想要卖的，是他们逼我的。早く。请各位中人也签字画押吧。前にいるんだ。立夏，哎，快坐。你这手怎么了？怎么受伤了？啊，没事的，没人看到你们吧？没人。好，那你去吧。没事。巴士很成功，触动了敌人的软肋，所以他们想要先解决了我。我大哥都说了不让你这么干。酒楼、茶楼双双巴士，给了日本人一直宣扬的黄道乐土一记响亮的耳光，他们不敢再扣着你二哥了。大哥说了，你根本不是为了救二哥，你是为了自己的野心。你大哥的觉悟还不够，看不明白。我站在更高更大的戏台上，所以我看得比他远。可是你这戏台也太危险了吧？哪个戏台不危险？你二哥好好经营着酒家，你大哥好好开着药铺，却都被别人盯上了。还有瑞山师兄，好端端的就被日本人开枪打死了。立夏，这个世道必须要挺身反抗。而且我也没有野心，我只有更大的戏台。我希望天下人都能够看到欢笑和美好的戏。立夏，让你来是要跟你说一件事，我不能公开露面了。以后你有事找我，可以来一个地方。六哥，有事啊？我给你2头奔波，斡旋成功，这辛苦费该给了吧？还应该的，但是给了你，我就不欠阮非洲的了啊。他是他的，我是我的。再说了，你应该庆幸，不光你弟弟保住了命，你还保住了名声。对，都是我的功劳。是，进去喝杯茶。喝好茶啊。好。中国人不太友好，不乐意我们来做生意。但是如果没有中国人加入，大东亚医学促进会便名不副实。诸位，让我们来商议一下，如何让中国人加入。为什么一定要让他们参加？我们这些人代表不了大东亚吗？
我们才是大东亚最重要的民族。来广州开医馆和药店的已经有几十人，广州之外的城市也有一些。我们完全不需要中国人的参与。二位，如今的上海、武汉还有南京，以至于我们所在的广州，这些地方都是我们的帝国士兵浴血奋战得来的，所以我们商人有义务协助他们稳定住这块市场。三国有喜先生说得好，其实呢，这也是政治的一种。共同的利益能够瓦解中国人，分化他们，同化他们。只有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同我们，帝国的占领才能够根深蒂固。可是我现在去城外收中药，这些该死的中国人根本就不卖给我。我的房东还想加房租，我把他送到了宪兵队，索性1分钱都不给他。现在红白车都敢骗日本人的钱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商议的目的。一天不能消弭抵抗，一天就不算完成对广州的占领。所以我们要从各行各业做起，同化我们接触到的每一个广州人，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。诸位，回去告诉咱们的同僚，一起努力。嗨。你们宪兵队的事儿呢，我不懂。但是医药行业就得先控制住那个领头的。你擒贼先擒王嘛，你只要把那领头的摁住，其他人自然也就随过来了。怎么摁啊？这些人要么逃出广州，要么装病，关门闭户。其实有一个挺合适的人选。我跟他打过交道，有能力有野心，关键是在这块儿谁都给面。谁？他有一家制造发冷丸的药厂，叫陈山河。陈山河。医药行业呢，想让他屈服，必须得让他绝望。所以陈山河那个生意啊，必须得整黄的。你想让他破产，你是看上他的药房了吧？咱们也不差那一家药房，我这不就是想帮你个忙吗？我是看中陈山河在中国医药商人里的影响力。如果他破产了，影响力还在吗？有钱就有影响力啊！只要让他依附于任何一家日本药店，我们就能让他重新有钱，还能让更多的中国人知道，只有依附于我们，才能生存下去。不是依附，是共存、共荣。这词儿好，共存共荣。陈山河的生意呢，主要是靠走私西药，可以从这方面出发，让他绝望。亏您用完了，完了完就不做了吧。我要是能搞来西药呢？咱不是说好不做了吗？现在不光要避开海关缉私，还得避开日本人的关卡。这边廖四六阮非洲盯着我，做不下去了。你在南路药房的安谷分成不变，照规矩还存在颐和洋行。到了时间你需要你就去拿。徐南路走的时候呢，给了我几个方子，其中有一个是治头疼的。我跟徐连仲老爷子商量了一下，打算做成成药。我来弄奎宁，所有的风险我来担，你只要帮我做出发冷丸就行。咱们可以做新的生意。红鱼帮等不了啊，几千张嘴等着吃饭呢。码头的生意不比从前，我心里急呀。之前没做这门生意的时候，这帮兄弟不一样活着吗？我这么跟你说吧，上一次在沙面那一笔，廖四六
已经发现了，他贪心报给了日本人，日本人是对我有所图，才给压下来的。你不是能算计人心吗？那我算计别人，别人也算计我呀。只要我继续做，就逃不开算计。宋大哥，这可是让我当汉奸的算计，咱沾不得。有这么严重吗？那日本人也不傻，他凭什么放我一马呀？哎，这样，从现在开始，咱俩不是搭档了，就是纯粹的生意关系。我来弄奎宁，你做发冷丸，加工费该多少就多少，我出，这样行吗？你只要在南路药房做，我就逃不开干系。兄弟，你该不会因为我没帮你救你弟弟，你怪我吧？咱俩万事新招，你说这话？近日，破获一起西药走私案，击毙走私犯罪团伙骨干7名，收缴走私西药奎宁5000片，涉案数额巨大。至此，肆虐广府多年的红鱼帮宣告破灭。这帮还挺厉害，说了这样就没了，是日本人干的。六哥，山河是我兄弟。你吓唬他，你的仇我可以帮你报，我可以借全帮之力来帮你。在下红鱼帮帮主宋时莲。宋哥，此去黄泉，山高路远，你走好。重情重义。汉子呀！当着死人的面，别乱说话。是谁提供的线索？你千万别告诉我是海关缉私，他们没这本事。要是我有这本事呢？那就是你狗拿耗子管过界了。说吧。当我欠你个人情。哎，陈山河，你哪儿来的这自信啊？啊，每次都冲我吆五喝六的。你别忘了，你是民，我是官，你是匪，我是警，凭什么呀你？凭我不要命。还有，以后别总冤枉我是非。我是正经手法的药材商人。正经手法药材商人，行。缴获的那5000片奎宁，吐血了吧？开什么玩笑呢？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一起合作的那个生意。告诉你吧，这日本人呢，就是想让你们血本无归。多谢提点。具体操办的是哪位呢？是阮非洲啊，还是三国有喜呀？这就无可奉告了。我给钱。呀！
干嘛啊？我来闻闻是不是你把那个粪便扑进日本人药铺的？谁让你闻的？金惠荣。真是你啊！外面都已经传遍了，说有一个日本人被教训了。你这招也太恶心了吧！你告诉金惠荣，报仇啊是要有方法的。我不是反对他搞游行啊、撒传单的，但我有我的办法，我有的是办法跟他们斗。哥，你怎么了？宋世林，你宋大哥死了。宋大哥呀，不算是个好人。刚认识他的时候，他手底下的人想抓我们钱，你嫂子上了当，气坏了。我跟他呢是不打不相识。他这个人虚荣、要面子、贪吃、贪财，但是对手底下3000个兄弟是真好。我不如他，小妹。人活这一辈子，独善其身容易，难就难在为别人担大旗。我有2个哥哥，还有师哥，我师傅和干爹都会替我担着的。要是有一天让你担责任，那我这大哥就太不负责任了。我你不用给我整这没有用的，你都看清楚没有啊？啊，这是啥？这钉子、凶器。我跟你说，我昨天要不是躲在柜台后边，今天你都见不着我。你瞅这手给我弄的。还好你躲在这柜台后边了，要不然就不是拿着夜香和炮仗钉子恶心你了，就是命案了。所以你必须把这人给我抓着，他这是谋杀日本人，无法无天了他。不管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，只要是谋杀就是犯法。你别给我扯这个没有用的。我到你这儿干啥来了？我做生意，我给你送钱来了，就这么保护我？是。还有啊，我儿子本来身体就不好，你知道昨天给他吓成啥样？你赔得起啊？别，咱国有喜先生，先别激动。我能不激动吗？是，我知道。这人没事儿，这就是万幸，这都是身外之物。身外之物没落到你头上，你觉得身外之物？他要把你办公室炸了呢，你还这么想啊？啊？我想办法把这案子破了，行了吧？你必须想办法，你就干这个的你。我亲自负责把这案子破了，行吧？我去破案了啊！都不知道你怎么忍的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抓不着那人，我这儿所有损失你们出。廖会长呢是资深警察，破案这方面肯定比宪兵队有经验，你得相信他。我为了帮你们受的伤，你就整个646糊弄我？我们宪兵队抓人呢，也得有方向，抓谁呀？肯定是陈山河呀！啊，我之前告他，啊，回头就报复啊！你看我整的皮片的这儿。我不这么认为。三国有喜先生，你到广州才不到半年，已经吞并了3家药房，而且还抢占了进草药的渠道。你得罪的人可不止陈山河。那我就挨个放血，这事儿就靠你们了。三国有喜先生，杀人也得讲究合理合法，都杀光了，谁替我们工作呀？那帝国士兵不惧艰险打下来的王道乐土，还是不是我们日本人的呀？当然是。但是据我所知，开拓团每年都在增派人手，但是分到我们手里的土地只有这么大点儿。中国实在太大了，
这块肉啊，得细嚼慢咽。你瞅着这个，你咽得下去？着什么急呀？先记着，徐徐图之。阮副主任，你是真不知道我是谁啊？